情提示：埃爾法車主，請立刻滑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接下来你将看到的这款车可能会讓你加價買的那個面子體驗卡瞬間變成智商體驗卡。它叫尊界 V800，廠商親切地稱呼它為大尊。因為奔馳叫大奔，所以尊界叫大尊。車長接近5.5米，軸距3.4米，這什麼概念？我的身高1.74米，站在這輛車旁邊，是不是有點小鳥依人？你開着它去接孩子，保安會問你：親，你是來開家長會的，還是來收購學校的呢？再加上它的全新大尺寸 logo， 配上星漢縱橫大燈，這個氣場是不是挺足的？而且尊界 V800呢是搭載了全主動懸架，在解鎖車輛的時候，懸架會主動降低車身，把門檻高度調到最適合大家上車的位置。而且它在尾部還佈置了業界首創的全彩智慧交互尾燈，是有各種動畫的就像一塊顯示屏一樣。以前加價買的是面子，現在不加價買的是讓埃爾法車主想賣車的面子。看完面子，再帶大家看看裡子。12.3英寸的儀表加上17.2英寸的大屏，整體看上去還是很酷炫的分辨率和響應速度也都不錯。然後它的主副駕是支持座椅通風加熱和按摩，主駕呢還支持主動側翼支撐，副駕還有一鍵半折疊功能。還有一個給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它的1、2排支持手勢關本側和對側車門，你看。就問你酷不酷？還有2點呢，我個人也很喜歡。一個就是它主副駕中間這個儲物籃的這一塊它設計了一個推拉的蓋板，這樣看起來就不會感覺很凌亂了。還有呢，就是它的冷暖箱從前邊扶手這一塊也能夠打開。但美中不足的就是，如果它副駕的手套箱有一個實體按鍵就更好了。來到第2排，我知道大家最想看什麼，就是車載膠囊咖啡機。但是因為今天功能還沒有升級齊全，所以我們拍不了，就給大家看個大概。未來呢，咖啡會從這裡大家把咖啡杯放這兒，這一塊呢會出來有一個出水口。反正呢，總體看着宣傳感覺還是那麼回事兒。以後咱在街上老板就不用去星巴克了，直接現做，咱只用問一句話 ：“Oh my boss， 美式還是拿鐵？”但我唯一擔心的一點就是，它會不會改變從此車裡沒有蟑螂的局面？你以為這就完了嗎？這兒智能電動鞋盒，它是支持語音手勢和按鍵控制。尊界功能千萬，還有一個功能怎麼能少呢？就是這裡它有它專門的鞋拔子，還有綁帶。還有這裡它的3折疊小桌板，當它在化妝鏡的形態的時候，它這個板是支持0到180度任意角度的懸停，然後變成辦公形態的時候，就是這樣，它最大的承重是10千克，像是你放個電腦吃個外賣都肯定沒有問題。這裡41.6英寸升降式投影幕布，可以通過這個遙控器去控制，以及如果你不觀影的時候，也可以把它就是調節成1/4，就變成了懸浮屏。給你演示一下，小易，你好，變成懸浮屏。扶手上控制相關功能的這個屏幕你看它總體的設計像不像華為的折疊屏？但是它美中不足的有一點就是這個屏幕離這個門板實在是太近了，大概只有我1個手指頭的距離，操作有的時候不太方便。2排各方面的功能都挺豐富的但就是不知道長期使用下來它是不是穩定，這就是後話了。但有一點我個人真的有一點不太滿意，就是你看它的這個開口是不是真的有點小？現在我們是來到了座椅通風加熱按摩功能全覆蓋的第3排。我知道你們最想看什麼功能，就是它車載水晶壁燈。C 柱搭載了發光 logo 壁燈，水晶材質打造可以聯動迎賓發亮。我跟你說這個第3排座椅乘坐起來的舒適度的感受，我覺得比第1排要舒服。還有一個亮點是什麼？就是這裡它的捲簾伸縮星空頂，它呢是支持電動開合、自定義畫面、手勢交互和 OTA 持續升級。最後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各種座椅模式。
二排尊享模式就是把二排座椅移到最后，零重力展開。它的好處呢，也是它的特點，就是它的前排座椅不用調。尊享大4座模式就是在二排尊享模式的基礎上，3排翻轉收納，可以獲得更加寬敞的二排腿部空間。除此之外呢，3排乘客上下車的時候啊，可以通過2個實體按鈕，一鍵拓寬中通道和一鍵二排座椅前移避讓。那後備箱的空間呢是758升，3排翻轉收納之後，最大可以拓展到2713升。那最后我们来小小的做個總結啊，其實關於尊界 V800，它的長板和短板都是比較明顯的。首先，這輛車它的定價肯定不低，所以呢，它的用戶應該會受限於企業主或者高淨值家庭。那除非你對這輛車有很強烈的需求，否則像是普通高端用戶，其實很難去入手它。其次呢，就是它品牌沉澱時間不太夠啊。你看，像是埃爾法，它已經深耕商務圈很久了，自帶社交屬性標籤。你看，像是尊界呢，它是屬於全新的一個高端品牌啊，像是圈層的認可度啊，還有保值率啊，還有線下售後的一個網點啊，以及它整車功能的穩定程度，都還需要時間去磨練。所以大家對這款車的感受是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區裡給我們留言。